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不少人对葡萄青睐有加，却因担心葡萄皮不够干净，习惯剥皮食用。实际上，葡萄皮蕴含的营养比果肉更为丰富，其富含白藜芦醇，这种物质有着诸多益处，像抗菌、抗癌，还能抗氧化、抗炎等。所以，下次吃葡萄时，不妨尝试带着皮一起吃，既能品尝更丰富的口感，也能让身体吸收更多营养。可别再轻易丢弃这营养宝库啦！很多人吃葡萄时会留意皮上的白霜，其实这是果粉，但果粉可能被多种因素污染，比如葡萄遭遇病害、虫害、药害，或是在成熟前喷施叶面肥、农药等，这些都会让果粉沾染杂质。由于污染来源多样，仅通过观察果粉状态，很难准确判断葡萄是否有农药残留。为了让大家能放心享用葡萄的美味，我准备分享一个实用的清洗方法。这个方法能有效清除葡萄皮上的农药残留，让你安心带皮吃葡萄。接下来就跟随我的脚步，详细了解这一清洗妙招。清洗葡萄时有个关键要点需牢记，一定不要先摘掉葡萄蒂。倘若去蒂后将葡萄放入水中浸泡，残留的农药会顺着蒂部的缺口进入果实内部，导致污染更严重。最稳妥的做法是先拿着葡萄串，用流动的水仔细冲洗，让水流充分冲刷葡萄表面的灰尘和杂质，这样能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农药等污染物进入果实内部的风险，为后续的彻底清洗打好基础。冲洗完毕后，用剪刀把葡萄剪成便于清洗的小串，若想更彻底，也可剪成单粒。操作时要格外小心，避免剪刀刺伤果肉，以免影响口感或让污染物渗入。这样处理后，能让后续清洗更全面，确保每颗葡萄都洁净无污。接着往葡萄上撒一把面粉，先别加水，用手轻轻揉搓葡萄，让面粉均匀覆盖每颗葡萄表面。湿面粉粘性强，能像磁铁一样吸附葡萄皮上的农药残留、灰尘和虫卵等杂质。揉搓时动作要轻柔，避免挤破果肉，让面粉充分发挥粘附作用。接着往里加水，继续用手轻柔地搓揉葡萄。搓洗时注意控制力度，避免用力过猛，防止葡萄表皮破损、果肉搓烂。此时，有部分人习惯加盐或直接冲洗，这些做法都难以达到理想清洁效果。正确选择是利用面粉强大的吸附性，让其充分与水混合，将葡萄表面残留农药、灰尘等杂质牢牢粘附。很快就能看到水面漂浮出大量脏污，这是单纯清水冲洗无法实现的清洁效果。不过，仅用面粉清洗还不够，残留的顽固农残和虫卵仍需进一步处理，将葡萄转移至新容器，加入一勺小苏打和一勺食盐，继续用手轻柔地搓揉葡萄。科学实验证实，小苏打凭借高碱性特质，能有效分解农药中的化学物质，使其转化为无害分子，而食盐则发挥出色的杀菌作用。二者配合，可全方位瓦解农残与虫卵。浸泡后，用手轻轻抓洗，让软化的污渍彻底脱离葡萄表面。随后倒掉脏水。最后一步清洗至关重要，建议使用纯净水或凉白开，避免使用生水，是因为生水中可能含有的细菌、微生物
易让肠胃敏感人群，尤其是儿童食用后出现肠胃不适，将葡萄在干净的水中再次抓洗，就能收获洁净透亮的果实。此时的葡萄表皮干净无杂质，不仅能放心带皮食用，实现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的畅快体验，即使一次吃不完，存放1-2天也不会出现腐烂异味，颗颗保持晶莹饱满，颜值与美味并存。无论是直接食用，还是用来制作甜品、果饮，都能让人吃得安心又满足。但是这些人群需谨慎，葡萄虽好不宜多吃，葡萄富含葡萄糖、维生素、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，口感酸甜可口，但并非所有人都适合大量食用。易糖尿病患者应严格控制葡萄的摄入量，葡萄含糖量较高，且以葡萄糖为主，极易被人体吸收，过量食用会导致血糖快速上升，不利于血糖的稳定控制，加重病情。即便在血糖控制良好的情况下，也需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少量食用，并相应减少主食摄入量，同时密切监测血糖变化。2、肠胃功能较弱的人群，如患有胃溃疡、胃炎的人，不宜多吃葡萄。葡萄中含有大量果酸，过多食用会刺激胃酸分泌，加重肠胃负担，引发胃痛、胃胀、反酸等不适症状，尤其是空腹状态下，更要避免食用，以免对肠胃造成更大刺激。3、有腹泻症状的人，也需远离大量葡萄。葡萄具有一定的润肠通便作用，这是因为其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果胶会加速肠道蠕动，本身腹泻时，肠道功能已紊乱，若在大量食用葡萄，会使腹泻症状加重，不利于身体恢复。此外，肥胖人群同样要控制葡萄的食用量，葡萄热量在水果中相对偏高，过多食用，多余热量会转化为脂肪堆积在体内，进一步加重肥胖。葡萄虽美味又营养，但以上这些人群食用时务必谨慎，根据自身身体状况适量食用，才能既享受美味，又不影响身体健康。如果你也想成为生活小能手，动动手指点个关注，就能第一时间解锁更多开挂技能。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美食经验，说不定下一期的美食灵感就来自你的留言。无论是美食制作、家具清洁，还是日常小妙招，都将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。点赞、转发、评论3连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咱们下期不见不散，一起发现更多生活惊喜。